是贫道此前有眼不识泰。长老您误会了，弟子并非大能转世，也非故意潜伏渡仙门。弟子就是小琼峰李长寿，跟随师父奇缘修行。之后只是因缘际遇，把握住了几次机会，从而一步步向前，有了今日之修为。在人教天庭中能说上几句话，长老不必在意这些。当年若非长老对我的指点，传授我读经，赐予我毒丹，我绝对不会有今日之局面。今日所赠长老之物，俱是弟子全权之心，以报长老当日之恩德。万凌云长老冷冷地笑着感慨道：世上奇事，长寿占半数矣。你既如此说，我便如此信。长生金仙劫在即，若能度过今日之劫，你我再好好聊。哦，长老切莫吝啬丹药，九转金丹各类灵丹，我给灵娥都留了足够的备份的。善。天地间响起闷雷之声，滚滚黑云自四面八方汇聚而来。铜杖轻轻点地，一朵白云托起万凌云长老。这位老爷子此时是颇为洒脱，笑容难得的没那么吓人。贫道去也。李长寿及时收回周遭14层仙力结界，对着万凌云长老深深做了一个道揖。长老仙运昌隆，立地金仙。不远处的屋舍前，数百渡仙门门人弟子齐齐行礼。丹顶峰外围，渡仙门各处重重人影对着万凌云长老的背影做道揖。仙运昌隆，长生金仙等话语此起彼伏。空中掌门季无忧单手托天，护山大阵顷刻消散。随后季无忧、麒麟长老与万凌云长老化作3道流光，朝着千里之外的渡劫场而去。护山大阵再次开启，光幕从四面八方同时升起，在空中如水流交汇般迅速闭合，恢复成了那般丝薄润滑的情形。李长寿轻轻舒了一口气，有2枚九转金丹，又有人参果相助，且万长老的金仙劫声势似乎也不怎么样，度过金仙劫的概率应该能够稳到9成8，挺好的。待万凌云长老修成金仙，若是有意去结交吕月，我就穿针引线。2位毒仙虽然暂时得不到加倍的快乐，但在用毒这一块应该是能够独步3界了。李长寿瞧了眼灵娥所在之处，发现灵娥正在跟几名同门同期的仙子有说有笑，便对灵娥传声一二，独自回返了小琼峰。在门内大部分仙人眼中，他得了万凌云长老的衣钵，而师父奇缘老道遇难不久，他跟灵娥修道日短，又有今日之事。估摸着不少峰主长老可能会想着收他们师兄妹为徒，这个是为他们好，但还是算了吧。太清老爷虽然是圣人老爷，胸襟比天穹还要广阔，但在这种事上应该还是会有一丢丢介意的。回了小琼峰，李长寿坐在丹房前的摇椅上，静静等万凌云长老渡劫的结果。应该是无恙的，天大老爷跟自己都这么熟了，还欠了自己2笔大功德，而万凌云长老在封神大劫中并没有什么戏份。且慢，这熟悉的感觉，这迅速降低的气压，到心这熟悉的轻颤。李长寿浑身僵住，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着，慢慢抬起眼皮看向了屋檐之外的低空。一朵灰云静静地飘在那儿，这一次也没有凝成什么老爷爷的面容，也没有什么道韵，但李长寿在冥冥之中仿佛听到了一声苍老、慵懒、淡定的招呼：这一次先劈头还是先劈顶？不是！李长寿翻身跳了起来，迅速冲到了外围大阵，抬头瞪着头顶的灰云。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万凌云长老是我敬重的长辈，我只不过是送出了1颗人参果、2颗九转金丹、几只宝囊，一点点应对大劫的准备，这有什么不合理的吗？
这有什么违反天道规则的地方吗？我凭本事搜集来的人参果和九转金丹，不争不抢，没有犯什么业障，凭什么？咔嚓一下，一道胳膊粗细的紫色神雷瞬息砸落，把李长寿劈了个踉跄。老神雷了，伤是没多少伤，疼是真的疼啊！真是妖了寿了，欠债的追着债主打了，这还有没有天理啦？数道胳膊粗细的紫色神雷同时砸落，李长寿哆嗦了一下，心底高呼感谢天道老爷百忙之中来避，身形轻轻摇晃，避开神雷同时爆发，依次瘦了下来。临终，李长寿披头散发，面容低着，1分悲愤，3分无奈，嘴唇一阵轻颤。在他的心底，那几个根本就没想着出手帮他抵挡雷的人教众宝，一个个像是被点了笑穴的老大爷。太极图估计都能笑出褶子来了吧，简直过分呐！低空灰云抖动几下，又是一道神雷劈下。李长寿东奔西走，均匀神雷之力，避免给自己的大阵造成太大毁坏。这叫什么事啊？简单帮万凌云长老渡劫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那等灵娥渡劫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好好做好准备，在旁边再渡一次？不止，来自师祖的慈爱关怀可比金仙劫带劲多了。我人较粗粮，有利于身体健康啊。哦，那边在打雷吗？灵兽圈中，一座小山缓缓地站了起来，踮着脚朝着丹房的方向张望着。随后，小山上长着的脑袋眨了眨眼，看了一眼面前即将入味的烤全羚羊。继续吃吧，应该不是什么大事。熊灵力嘀咕一句，擦了擦嘴角那因为亲手养大的灵兽被天降落石不小心砸死而流出的热泪，继续等待。小琼峰清冷之后，总算是能吃口饱饭了。之前张嘴吃饭的人太多了，熊灵力的胃口不太好施展，现在倒是安逸了许多。正此时，天庭西天门处，道道霞光照透半边天穹，守门的天兵天将纳闷地望向天边，那里一座3丈高的坐姿神像缓缓飞来，似有若无的威压在天地间弥漫开来，让不少天兵心底泛起了顶礼膜拜的念头，也让几名修为稍高的天将面色惨白。一名天将心底泛起了少许明悟，转身大喝：快，击鼓传令，让开天门！且说准提圣人现身西天门之外，天庭各处热闹纷呈，霞光满天仙鹤飞，凌霄瑶池旗震动，天兵天将忙列阵，各路仙神整观容。白衣玉帝紧紧皱眉，下方的木工慌了心神，几位正神各自出声，却不知这西方教圣人前来是要兴师问罪，还是有其他算计。玉帝来回踱步，心神不定，扭头喊一声：快去请长庚爱卿！木工领命而去，匆匆赶往水神府中。但此时小琼峰丹房前，摇椅上，李长寿面容黑如锅底，长发末端满是焦黑，身上的道袍已经毁得不成样子，张嘴吐出一口黑烟，想要一杯酒，再点上一支烟，叹一声先生寂寥，年轻不懂何为天。仙石探查中，万凌云长老已经顺利地迈入了金仙境，此时正在原地疗伤感悟，收获应该蛮大的。万长老服用了一颗9转金丹，渡劫的过程有惊无险，毕竟险都被李长寿给吸过来了嘛。当然了，这一颗9转金丹是李长寿在兜率宫中此前求得的，并非是自己跟师妹之前用过的。如此看来，灵娥、有情、玄雅、九九他们几个渡金仙劫时，自己铁定要出手相助，也就铁定会被天道老爷鞭策。未来可疼啊！哎呀，但这玩意儿原理是啥呀？它根本就不合理啊！它就，莫非这就是道祖老爷并未被天道同化，且能够反过来影响天道的最佳证明？玩笑归玩笑，
这方面呢，还是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尤其是灵娥要渡劫时，自己八成是要被死去活来了。八九玄功的进度该加快了。这一次被天罚硬劈，李长寿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仅仅是刚有火候的八九玄功就已经发挥出了不错的抗雷性。若是八九玄功大成，也可以做一个底牌呀。假若自己能够参透八九玄功最后一层，达到九九归元境，那就可以做一个核心点的底牌了。据传巫族战法得自盘古大神血脉所留记忆。李长寿接触后土娘娘所整理的这般玄功之后，却是完全信了这般传言，真的很玄呐。算算时，自己也该去接七情转世身归于天庭了。天庭下三重天也有天人之国，够他们玩闹的。择日不如撞日，不如现在。水神长庚，哎呀，可了不得了！心底泛起了一声声呼喊，虽然有些模糊，却能够分辨得出来这是木工的嗓音。李长寿赶紧将心神归于天庭水神府中的指导人，提起拂尘，整理衣冠，匆匆出了书房。东木公正在门外急着打转，李长寿忙问发生何事。东木公跺跺脚，喊道：西方教二圣人来了，此时怕已经进了西天门，朝凌霄宝殿去了。李长寿闻言顿时泄了一口心气儿，就这？片刻之前我还跟天道老爷进行了一场热烈亲切的交流呢，冷冷的天罚往脸上直冷冷的拍啊！现在不过是西方教二圣人找上门来，且大概率是亲自来对玉帝施压，让天庭取消对须菩提的通缉。情理之中，意料之内。别的圣人拉不下面皮来天庭直接找玉帝交涉，但是李长寿早就料定，紫霄宫商议封神大劫之前，西方教小圣人必然会来天庭一趟，给玉帝灌一下迷魂汤，不是迷糊汤。走，李长寿道，咱们且去凌霄殿，木公不要着急，要拿出身为天庭大员的从容淡定，咱们也是陛下的脸面。木公连忙称善，与李长寿急急赶去凌霄殿。而他们两个人刚驾云离开，书房中又走出了一名青年道者，自然还是李长寿的指导人。看了一眼站着灵珠子的房间，此时正在闭关修行的金翅大鹏鸟。李长寿略微思索，还是打消了带上金翅大鹏鸟的念头。第六圣人可以不要面皮，但是旁人却不能主动去落。当下李长寿一人分兵两路，水神皮指导人赶去凌霄殿，这青年道者模样的指导人却赶去找玉帝陛下的化身擎天柱，两边几乎同时到达。玉帝先是看着凌霄殿门的李长寿，玉帝化身擎天柱也看向李长寿的另外一具指导人，反正是有点乱。小神拜见陛下。李长寿先在凌霄宝殿中喊了一声，又在擎天柱面前传声，陛下快随我去瑶池中，暗中请王母娘娘遮掩咱们这两具化身的行踪，当着圣人的面不便传声。小神在这里为陛下出谋划策，怎的也不能让那西方教讨去便宜。还是爱卿考虑周全。擎天柱顿时竖了一个大拇指，与李长寿匆匆驾云赶去瑶池边缘。这两具化身尚未到瑶池，凌霄殿处已经是金光大作，那3丈高的神像已是到了凌霄殿前。殿内，李长寿看向高台上的玉帝陛下，后者眨了眨眼，按李长寿在另外一头传声所说，故作热情地从玉案后转了出来。较量已经开始了。殿外的圣人神像故意放缓了进门的速度，玉帝陛下看似快步向下，实则一个个阶梯踩实了才会迈下一步。而殿内众多仙神早已经得了木工传声，此时只是转过身来做道衣相迎，并未挪位置。这里面的算计看似微小，实则意义斐然。玉帝多向外迎出1丈，就是多给准提一份颜面，而今日的玉帝绝对不愿意给准提与太上老君同等的敬重。老君是老子化身，从上古坐镇天庭至今，
准提是西方教二圣人，斗法是不是老君的对手或未可知，但对天庭非但毫无贡献，还总是添乱。于是余帝在御阶倒数第2层站稳身形，对准提的神像露出温和的笑容，左手背负于身后，右手摆置于小腹前，道一声：师兄来天庭，为何不提前派人知会一声，我也好提前做些准备。准提化作的3丈高神像此时面无表情，声音自神像之中传出：可敢当玉帝陛下这声师兄啊？贫道的西方教于天庭眼中早已不值一提吧。凌霄殿内众仙神噤声，谁都没有料到准提圣人竟是寒暄都无，直接发难。不少仙神忍不住用仙识探查木工深侧的李长寿，但是李长寿此时闭着双眼，气定神闲，道一都只是浅浅。沉静持续了少顷，玉帝目中金光闪烁，笑道：准提教主既不想认紫霄宫中学道的根脚，那吾自此就不提此事吧。准提化作的神像脸一黑，目光看向站在那儿的李长寿。这句话明显有水神的风格，短短28字，直接上纲上线到了西方教叛道门的程度，便是圣人也不得不正视，